目前有关 iPhone 18 Pro 的早期爆料，其实信息量已经非常的多了。苹果正在为下一代的 iPhone 准备一次争议不小的一个大改动，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泄露出来的细节明显不正常的有点多啊。简单说一下，新外观、大幅重做的相机系统、全新的连接能力、重新设计的 AI 芯片，甚至连发布时间的节奏都有可能有变化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看外观，看起来非常的像 iPhone 17 Pro， 整体造型和 iPhone 17 Pro 非常的接近啊。但苹果正在调整现在这套有点工业风的一个设计语言。现款 iPhone 背面是那种玻璃加金属的一个双色层次感，而 iPhone 18 Pro 会把这两种材质视觉差异进一步的弱化，让背面看起来更加统一，几乎融合在一起。苹果可能觉得现在的这个 Pro 系列稍微有点太冷，过于硬核了，这次算是往更友好的方向拉一点点啊。第二个变化就很直接了 ，iPhone 18 Pro 会变得更厚，而且是连续第二年增加厚度，原因也不难猜测，内部空间要塞更多的东西啊，尤其是更大的电池，但代价也非常的明显，它可能会成为史上最重的 iPhone。据爆料称 ，iPhone 18 Pro Max 重量大约会到243克，比现在多10克，甚至超过14 Pro Max。这大概也是苹果继续坚持用铝合金，而不是回到钛金属的一个原因。再重一点，真的就很难握持了啊！配色方面，目前苹果呢内部在测试有3种原型配色：深红色、浅棕色和亮紫色。注意，也不是说这3种都会上，最终可能只会选一个量产。这3种都挺有市场的，随便挑一个出来，辨识度都不会太低。在屏幕方面，尺寸不变，还是6.3英寸、6.9英寸这样。但问题在于动态岛可能要没了。目前的说法是18 Pro 会改成左上角单挖孔前摄 Face ID 模组全部埋到屏幕下方，关键技术叫拼接式微透明玻璃，会让红外线无损的穿透。这个技术本身很酷啊，但问题也很明显，左上角这样去单开孔，看着就非常的安卓啊。因为有一大批安卓手机就是这样设计的，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应该会把动态岛缩小，重新设计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挪到左边呢？其实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，2400万像素的一个前置摄像头，这个新前置摄像头体积会更大，而屏幕正中央的位置已经被各种组件挤爆了，挪到左侧反而会给中间区域腾出更多的空间。而后置依旧是熟悉的3摄3角的一个排列，但主摄迎来一个真正专业级的升级，可变光圈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。第一次在 iPhone 上手动控制进光量，好处非常的明显，景深可控，虚化更自然，视频运动感会更真实。低光环境下呢，不再全靠算法去硬拉，而且它会搭配一颗全新的3层传感器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颗传感器据说它还是由三星代工的，目标很明确，更快的响应，更低噪点，更高动态范围。而相机按键这里反而要去砍一刀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边把主摄做得很复杂，苹果却准备简化相机控制键。目前这个键支持触控、压力和点击，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误触比实用多，操作非常的复杂，学习成本很高。实际上我自己更多的把它当做一个相机快速启动的入口。18 Pro 上传闻会直接砍掉触控和压力感应，只保留最基础的打开相机拍照。说白了，苹果大概率是看了使用数据，发现这样的高级的复杂玩法根本没人用，索性砍掉，节约成本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一个真正重量级的变化就是 iPhone 18 Pro 可能会支持卫星的互联网，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紧急 SOS， 不只是发短信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卫星网络连接。当然这大概率不会是免费的，它应该会采用一种订阅制。你想一想，在偏远地区啊、野外或者是网络覆盖差的地方，这个东西啊其实是真的非常有用。与此同时，苹果自研基带也迎来关键的节点。C2 基带的一个登场，同时支持 Sub 6G 加毫米波 5G， 性能和效率预计都会超过高通的方案啊。
好，再来看看处理器 A20 会是苹果第一颗2纳米的芯片，爆料数据非常的夸张，性能提升15%，能效提升30%，更关键的是内存会更接近核心模块，直接改善本地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。说实话，现在关于 A20 的信息已经让我有点感觉当初苹果的 M1 登场的那种既视感了，不仅仅是性能的提升，而是一次平台级的一个跳跃。好，关于发布时间，苹果可能要把发布会拆成2次了。目前的一个说法是2026年9月 iPhone 18 Pro、Pro Max， 包括 iPhone Ultra 就是那个折叠旗舰。2027年的3月份呢，再去发布 iPhone 18的一个数字标准版 iPhone Air 第2代和 iPhone 18E。具体原因呢，我想可能也非常的现实啊，先把贵的卖了，把高端用户的钱先收一波，晚一点呢再推出便宜的一个基础款补销量。而且从目前的爆料看呢，标准的基础版 iPhone 18基本就是一个17的一个小改款。当然以上这些现在去下结论呢还为时尚早，但至少能看出来一件事情，苹果这次是真的想把 iPhone 做得有变化一点啊，不再是每年的一个例行更新，而试图重新把 iPhone 变得有话题、有看点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